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就是外公外婆在抚养我长大，每天都在一起，没有谁跟你说过这个人会消失啊。当我想要去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2020年3月底就回到了这个老屋里面，回到他们居住的空间，整理他们使用过的物件，倾听他们之前的故事，给他们写诗，用了影像，用了文字，追忆和纪念他们这一生的故事。外公外婆是开县人，爸爸工作忙，老是出差，然后妈妈她也要上班，他们就到成都来，一直抚养我。早期的拍摄设想都是一个水杯，然后上面冒着热腾腾的烟，鸟笼打开，然后空中有很多鸟，然后好像人只是轻轻离开了一下，然后又会回来。但是当我回到这个老屋子的时候，我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在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人没了。就是那种没的，完全不像是记忆中的很温馨的、很活泼的那个样子，就很像一个死亡博物馆。当你进入到整理遗物的过程的时候，你并不知道你今天会遇到什么东西，会看到什么东西。我觉得像是一个重新再走入他们世界的过程。我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睡，摸着外婆的耳垂，睡得最好。后来长大了，妈妈让我们分开睡，我睡自己房间的小床。第一天晚上，我和外婆都没睡着。我有看到外婆的一个小黑布包，有珍珠项链的说明书，有她存钱的证明，有我100天的时候去拍的那个照片的底片，然后有我8岁的时候写给她的2封信。你就会知道了你有多重要。每年冬天，外公外婆都会在烤火炉前举着我的棉毛衫和棉毛裤，把它们烤得热乎乎的，捧进我房间，飞速塞进我的被窝。小时候成绩不好，有次回家和外婆说了一嘴，她坐在饭桌上说：“我乖孙全天下第1好，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。”长大后，每当别人说我不好，就想起外婆的这句话。我印象中，我外公他花特别多时间养鸟，但是你去拍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给那个小鸟搭桥，就做了很多那个小工艺。我还找到他的做鸟笼的工具箱，里面有给他做的小盆子、小碟子。外公有好多电话本，过春节的时候，他就会一直打电话，然后因为他特别怕死，有好多本子写了养生秘诀，就是多吃什么少吃什么，怎样可以长寿。2010年，我去重庆上大学。有一天，妈妈带着外公去我高中旁边的米线店吃米线。外公看到里面的学生穿着和我之前一样的校服，吃着吃着就哭了。我在整理的过程里面，不断的会遇到东西在向我诉说他们有多爱你。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后知后觉。我觉得这个死亡由不得你选择，但是可以被谈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。我妈她是听不了的，
但是后面因为他要帮助我，所以他只能去面对他。他有一天晚上就特别主动跑进我房间，然后坐在我的床上聊了很久，就是讲他小时候的各种故事。他说其实很感谢你做这些，所以某种程度上他很像是一次告别，我觉得其实它更像是一次重逢。有时在想，你们可能没有死，只是住在了离我们远一点的地方。想我们了，你们也会来做客，但要遵守规定的，摸抱亲都不可以，只能看一眼，多看一眼。妈妈有一天给你们打电话，我偷偷听见了。她说：“爸妈，你们这周过不过来算吗？”就是那天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没有死，这是个秘密。